接下来，我们有请昨天赞誉远从美国而来的同道感恩本尊黄军方同道，等一下这边。首先感谢本尊，然后感谢我自己的本体，非常荣幸今天能够来到这个台北，这么就是台湾一直在我心目中觉得是一个宝岛，就是这里的这个圣人也特别多，这个地方就是民风非常淳朴，因为我之前来旅游过2次，就特别喜欢这个地方，然后在去到美国之后。因为经常在 YouTube 上看一些关于修行方面的这个知见方面的，也是很有缘，都是看到台湾的一些讲经说法的一些高人，所以这一次我觉得能够遇到本尊道，那是我这一生最大的荣耀。首先我先介绍一下我的那个学佛的一个缘起。我是其实蛮早的接触到一个就是佛法方面的一些缘分，就10几年前就经常就会遇到一些西藏的一些上师，也有一些汉地的一些上师，然后就对这方面就特别的欢喜，也会跟着去西藏朝圣啊，然后也去了尼泊尔朝圣，也接了一些法王啊，就是萨迦派的都有接到，然后但那个时候那些师傅他们基本上都是在基础的一个阶段，就是会教你一些咒语啊，然后去做一些功德布施啊这样，然后会让你就是去消一些所谓的业障，就是磕大头这些，但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我相信每个人都有他的一个路程，就是他人生的，包括你的人生，还有你的修行，它都是有一个路程需要你去经历的。那我觉得在你那个时候遇到的，肯定是你当时最需要的，所以这些也是能够今天让我站在这里。那过去所有的这些经历，包括修行上的、生活上、人生中所有的经历。都是当下是最好的安排了，所以有了过去的这些对跟佛法的一些结缘，所以让我不断的也是增加福报啊，也增加智慧，那就是能够最后我们能够到达这个终点站。那当时我就觉得就对这方面就特别的向往，那时候也没有太多的知见，就是对就总觉得有一个很神圣的一个高高在上的，就是让我很仰慕的东西，我要去追求，但我也不知道那个东西是什么，就只是看见一些佛像，你就本能的你就会很崇拜，会跪下来磕头顶礼。自从就是去到了就那个时候，就是人生中就是说生活中所有的烦恼，你还是没办法解决，因为那时候的智慧还不够。虽然在形式上有做一些修行，所谓的修行啊、持咒啊，去放生啊，但是因为你没有升起这个智慧，所以当你人生中经历的这种情感上的、生活中的，就是烦恼，你一样是没有力量的，就是你可能会因为一句朋友一句那个你不喜欢的话，然后你就生气，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好像，这个修行那么长时间，怎么连最基本的这种烦恼你就降服不了，然后也是一个很大的困惑。但是我一直也坚持这个路一直在走，就是一直也有什么大悲咒啊、心经啊、地藏经啊这些都一直有坚持在做。包括就是也特别的坚信，包括我的那个儿子也是就是跟观音菩萨求的，就是一直念那个普门品。然后因为我是高龄嘛，那个时候就去甚至去做那个医学的都没办法，那个后来我就很神奇的就自己就怀上了，所以生了一个很健康的儿子。然后我当时就更加坚信，而且我怀孕的第2个月就梦见观音菩萨
在我的梦境里啊，我当下就赶紧跪下来跪下来磕头，然后我当时就很艰辛的我说我肚子里肯定是儿子，而且是我理想中想要的，那这个就果然是就是心想事成了。但当时因为没有这个本体观，其实这个观音菩萨可能也是我本体来让我就是实现我的愿望来告诉我的。那个时候就是一直往外求嘛，因为总觉得这个释迦牟尼佛、观音菩萨、阿弥陀佛，他们都是在这个高高在上的，然后我们就是一个凡夫众生，就是一直希望他们来能够来救拔我们。再直到就是遇到本尊道，听了本尊开示之后，才知道就是说。原来这个释迦牟尼佛所有的这个观音菩萨包括阿弥陀佛，其实跟我们是一体的。那其实跟我们的本体是一不是二。这个由于这个知见也是因为我在美国就是应该是2年多前，就是经常听一些善知识的开示当时就体悟到这个心经。因为以前心经啊、大悲咒都会背，但是不知道心经这个观自在什么就是这些心经里面的那些意识根本就不太理解。什么知道说好像是不生不灭，有一个我们的本心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但是就是这个只是停留在你头脑的一个理论概念上，你就没有把它去体悟出来。所以就是包括之前也听了一些《金刚经》金刚经是要告诉我们是破相的，然后也知道这个我们的本心，听了那个《楞严经》，就是说不失本心，学法无益，就是说，通过那个《楞严经》就知道那个本心是我们永恒不灭的这个肉体是一个无常生灭的，这个概念都知道。然后也开始了2年多前也开始了实修为了求道，就是也是下定那个决心，就觉得人生都是无常的这些名利情都是虚幻的，这个你再多的钱你也带不走，然后就觉得这个唯一这个目标就是此生来就是要解脱，就是发愿就是要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然后在佛堂面前每天也是这样子发愿，就说自己就是要此生目的就是往后的余生就是为了这条路去走，然后家庭这个就是随缘了业，就是说因为缘分已经具足了，那就该了的缘就去了，这样就是所以就安心的。因为一开始学那个佛法理论知识会有点偏空，就觉得当时就是会我经常就是说早点让我知道佛法的智慧，那我坚决不会选择这个婚姻，选择这个家庭的生活，我可能就是去找个山洞闭关去就是离开这个红尘。因为那个时候其实还是因为知见不圆满，所以有点那个偏那个清净相嘛。当后来不断的听闻这个佛法知见才知道这个知见太重要了。所以我们进入本尊道也是，他一直都是讲本体最重要，就是我们法身是最重要的。所以就是当你不断的知见圆满之后才知道能够安心，就是说在当下每一个当下，其实你修行就在每个当下，就在你生活中，就在你的点点滴滴的当下。然后我就开始在做饭的时候，在带孩子的时候，不管在任何时候能够回归到本心觉知，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意识心，就是我们的本明本觉。当你回到你的本心的时候，其实你任何一个当下你都在打坐，你都在修行。所以当那个时候我就意识到确实你在每个当下能够觉知到你自己的，就是观你自己存在，观你自己清清楚楚了了分明你在做什么，然后能关照你的起心动念。比方说你老公骂你一句，你一开始你本能的就会起反应，你就生气了，那个时候其实就被我们的一个根尘就是带跑了嘛。但是当你不断的训练之后，到最后你就可以他一句让你不高兴的话，你马上能够知道，然后你就不随这个他的话，不随他的境转了，然后你就是马上觉知到
自己本体，其实就是现在是我知道是回归我的本心，也是本体。其实这些都是方便说，就是所谓的如来呀、本心啊、本体啊，然后什么摩尼宝珠啊，这些其实都是方便说。其实讲的都是一个东西，都是我们的这个大光体，其实都是来自于我们的大光体。所以就是在那段时间，就是有一些小小的体悟到，就是说，在我我体会到，就是我在睡觉的时候，有一次就是醒来了，然后我是先听到我自己的那个呼吸声，然后在那个当下，我就觉得好像这个肉体不是我，那是谁在觉这个肉体醒，就是谁看着这个肉体在打呼噜还没醒，就是其实是我们的本体先醒了，就我们的意识先醒了。然后那个时候是我的一个体会。还有一个就是我因为那时候经常喜欢去打坐嘛，有时候喜欢去海边的一个公园去冥想打坐，然后那一次的体会是我2点钟到5点钟的这个3个小时的时间，就是那个。其实就是安住在本心，就是在本体了，就是这个我们的杂念也妄念都停了，然后你在那个当下就是很喜悦，你就会觉得这个世界就很宁静，很欢喜，然后你所有的声音，就外面所有的声音你都能听到。有人走过来的声音，小鸟的声音，然后海浪的声音，但是它都不影响你，你就是很清静的在那个当下，然后你就突然他们就说要关门了，然后就5点钟到了，因为他们要关门了，那个公园也有人看守的，然后我那一刻的我的体悟是，怎么我感觉好像过了5分钟10分钟那个感觉，就是体会到真的就是这个。时间跟空间好像真的是不存在的，这个时间空间是因为我们的起心动念，就是有了2元的这种对立的分别它才呈现出来的。那回归到我们本体，这个时间空间好像是不存在的，所以这是我的一个修行的一个体悟。但是这个就是在那段时间。我也就是很迷茫，就知道有一个本心，也知道有一个真实的我们本体，那个时候是说是我们的如来自性了，但是我就不知道应该怎么样能够真正的证入到空性，证入到无上的正等正觉，就是很迷茫，因为我觉得天天这样子打坐，然后虽然也有些进步，但总觉得就什么样才能解脱。然后在那个迷茫的时候，我那个时候也每天也会去观那个日落，因为我特别喜欢看夕阳。就有一段时间，我就看那个日落，那个太阳好像会动，就有点那种会转，我就觉得特别欢喜。我就每天到那个夕阳的时间，我就喜欢去看。过了没多久，我就在 YouTube 上就刷到了本尊的视频，然后我一看就是本尊讲的应该是当时是95集还是90几集，我忘了94还是，就是一听本尊讲法，哇，我觉得特别震撼，就是他把这个所有的这种讲的心经，就是把佛法里的一些几部大经都讲的特别的那个通俗易懂，然后我就停不了，就一直看，然后大概花了2天的时间，就又从第1集开始去看，就看到100多集，然后我就马上打电话给协会，就说要加入这个，如何加入这个咱们这个本尊道，然后当时也是正好是任家和同道接的电话，就是那个可能是我的本体也是很急切的想要对，遇到了这个光嘛，所以就是也是急性子，就很快就加入本尊道，然后一加入协会之后，我就。因为之前打坐也有看到一些光，但是不亮。但自从加入本尊道之后，就是每天都能看到那个肉眼都能看到光，就是那种家里那种七彩的就特别多了，就是很欢喜，然后但一开始也是知界还是没有那么的清晰，就是我曾经也跟嘉禾姐，就是打电话问她，我说，那因为我之前的一些知见嘛，就觉得。所有的境界不是都是幻境嘛？
那因为我们不能被这个境界带跑，我们还是时刻要回归本心。那我当时的这个听的那个视频，就很多人都在赞誉那些境界。那我就问他，我说那会不会被这些境界带跑，迷失本心？这个任家和同道他因为他资戒非常好，所以他也跟我分享，然后我们交流了一下啊，包括带动。一开始我也是，其实我说这些你说我脑子里都有啊，我那个时候以为大家都看的是实体的，就是说这个杯子就在我前面有一个实体的杯子出来，因为那个是属于到了一种法野的境界嘛。那我当时还不太了解这个，我以为大家都是实体看到的，就是肉眼看到的。后来那个任家和同道跟我带动了一下，就说心也看到的。那其实我说我都可以看到啊，那我说本尊里面带动的那个我都能啊。他一说到香港的那个维多利亚港，我马上就在那里啊，就那个当下我就那我就理解了哦，原来是我们的心眼，就是我们的自信看到的。那这个就是我们本来具足的呀。这个是属于这个六根是每个人本有的，就是我们每个凡夫众生都有的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就是说你的意念看到这个花，你这个花就在你脑子里面。那你尝到那个咖啡，那个咖啡的味觉就在你的就是你的那个觉知里面嘛。那就是所以其实这个六根就是我们的工具啊，那就是以前我所理解的那个叫什么色空不二嘛。那不就空性就是我们的本觉嘛？那我们的本体，空性其实也是一个方便说，就是所有的这个六根就是被我们所用的，就是我们的意识了，其实也是一个意识心，就是这个六根就是一个工具，就包括这个肉体就是四大假合，它是生灭的，包括外面我们能见所见的。所有物质现象全都是生灭无常的嘛，它因为你看你把它细拆开来，它其实是空的嘛，就像我们这个肉体，其实你到时候一烧掉它就什么都没有嘛。但是只有我们的意识是永恒存在的嘛，这个意识就是我们的本体。其实这个所有的就从佛法来讲，它就是我们的本明本觉，然后化现出来这些现象。就现在我们的所有的境界，就像同道赞誉的境界，都来自于我们本体化现的。这些所有的现象都来自，为什么每个人的现象不一样？它是因为根据你每个人的喜欢不一样，所以就是有千千万万的化现嘛，就是然后说为什么说佛菩萨、观音菩萨说应众生而喜，你喜欢什么样他就化现什么样的给你。那其实跟我们回归到我们本心就是一样的，就是你的本体都知道你想要什么，他就呈现什么给你。但是我们最终还是要回到本体，回到我们的本心。如果你被所有的境界在那里一直执着那些现象，那你可能又会被现象带跑了。所以我现在的体悟就是说，最终所有的现象境界都还是要回归到本心。那回归到本心，所以这个是因为是永恒存在的，这个是跟我们的大光体是一体的。就像道家就是虽然是肉也看不见的，但是它就是无中生有，真空妙有。真空妙有就是佛法的一个通俗的一个讲法，就是说全都是我们空性化现的，其实也就是我们本体化现的，就是我们的意识心化现的。所以就是当你悟通了这些之后，然后再结合本尊的这个本尊道的这个思想，那你就是简直就突然豁然开朗了，就是你所有的都能够结合在一起了。那个当下我就觉得我当下就是解脱了，当下其实就是天堂了，因为所有的这些境界都随你的意识心来变现嘛。那你当下如果在一个你不喜欢的一个境界，就是一个现象中，那如果马上回归到你的本体，然后化现出你一个你喜欢的一个天堂境界，那你是不是马上就回归到你的那个天堂了？就是天堂就呈现在你眼前了。其实回归最终还是在你的那个
起心动念就是你那个意识心了，就是所有的地狱、天堂都在你当下那一念。如果你被这个外境的一个现象带跑了，你起了那种嗔念，你起了那种贪嗔痴的那种嗔念，然后你就那里痛苦纠结，那个当下你其实就是活在地狱了。就比方有的人失恋了，他就是恨不得把对方杀了，那他那个当下那个心是不是起了那个嗔恨心？他是不是活在了一个地狱幻境里面，一个可以说是这种痛苦不能自拔的那种现象里面？但是如果当他有了本体，能够识得本心，这些幻境你不被这些幻境跟着带跑，你马上能够回归清净心，那你是不是马上回到你的一个天堂的境界了？你就马上，那我们现在本尊告诉我们的这个就可以来用了，就是用你的六根。那你马上就是想象出你在一个把你的分身马上想出来，然后你的分身马上去到一个很美的地方，那你当下是不是升起了欢喜心？那你是不是离开了那个地狱幻境？所以我觉得真的本尊道这个是太究竟太圆满了，就他把所有的这种理论，然后把你实践用出来。所以我们今天能来到大日中呢，都是上上根器，都是大福报的，所以一定要感恩自己的不感恩大光体，感恩本尊，感恩我们的本体有这个福报。好，我再分享一下，就是昨天面见本尊，就是也是特别的感恩，就是让我们海外的同道有这个缘分，能够在前面能够分享。然后，因为我从加入本尊道其实也就1个多月时间，所以也是非常的荣幸，能够这么快面见本尊。昨天就是本尊也带动我。就是自见其身，他一直强调自见其身是最重要的，因为自见其身就是等于你回归本心，就是你跟你的法身意识连接，就是这个肉身它是会灭的嘛，就100岁它就走了，但是当你就是说你的意识你够随时能够切换到你的本体，就是你的法身，那你就不会被这个生灭无常的这个假象给幻境给带走，这个是梦幻泡影的东西嘛。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回归到永恒不灭的本体？那就是你在于你的那个当下那一念。所以在临终那个，为什么以前也一直听说，就是说你怎么样去西方极乐世界，就在于你临终的当下那一念，你能不能控制，能不能把握住？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大家都？因为自见其身，你就可以当下就把握。你如果你的肉体快不行的时候，你可不可以马上，就算这个肉体再痛苦，你可不可以马上把你的意识投入到你的法身，投入到你的自见其身？这个是最关键的。所有的境界当然都是路上的风景，因为我之前听那个我的一个老师也讲过，他也是一个实修实证的一个老师，在家的。他一直跟我们讲，就是说你打坐或者修行的路上会有很多的境界，包括他也分享，他说我当时整片山全是金光，他说然后视线一个巨大声，那个时候我是听不懂，我以为是因为是这些佛菩萨才有这个功能嘛。那他说你这个神通那么厉害了，但是你回到红尘中，面对家里的这些孩子啊，这个家里的琐事的时候，你还是升起了那种烦恼啊，还是升起了那种就是不开心，那就没有用啊，你还是没有力量。所以我现在就是非常深刻的能够体会到他当时的开示嘛，所以就是最终还是要回归本心，所有的现象境界再高，它都是你路上的风景。就像说你修行路上的让你不断的法喜，最终还是要回归自己的本心，所以这个是最重要的。昨天本尊也是给我非常的荣幸，他也给我了那个第一颗珠，然后也给我召见了祖先。我觉得这个因为当时我特别急切的想来这个见本尊，也是因为一份孝心，因为我也是我觉得每个人都像一个电影剧本，每个人有一本难念的经，就是所有的人生的经历，
但是所有的经历，不管是逆境逆境顺境，都是来成就我的，成就你们的。然后，因为我也是家里经历，就是亲人的离别，就包括我妈妈、我哥哥、我爸爸都走了，所以我也是带着这个强烈的一份孝心，希望我当时发愿成就无上正等正觉，也是想要，超度这些亲人啊，也是有这个愿力，所以就是昨天就非常的开心，能够得到本尊大光体的这个召见，他们能够得永生，这个真的世界所有的这些东西是没有办法去比拟的。你说，你给我再多的钱，你也买不来这种得永生的这种法喜，这种欢喜。所以以前我也是经常跟我一些朋友分享，我说你现在给我再多少个亿，我也不会换取这个佛法的智慧、宇宙生命实相的这个智慧，因为这个东西才是值得我们生生世世追求的。我相信今天能够在这里，过去是无量世，可能一直在往这条路上走，但是今生就是真的是福报太大了，就是所以现在当下也是特别的哀心，因为其实你现在知道了，你其实就是已经能把握怎么回归了嘛，所以你就特别的安心。我也不知道，就对，然后昨天，对，本尊真的是太慈悲了，他就是真的是，在他身上就看到了所有的佛菩萨的这些大慈大悲，然后为了众生真的是不辞辛苦的不断的开示，而且他讲的都是非常非常大道至简，就是让你们能够最走捷径的方法。因为以前你听那些佛经上面讲，就是绕来绕去，你都是在理论概念，就是你很难懂，除非你又是大根器，是上根器的，能够马上顿悟的。但我们都是需要渐修、渐信、渐行正嘛，一步一步。但是本尊这个是真的是可以说是目前地球上等于是火箭的速度，直接一念到达。所以真的是希望大家都能够珍惜自己的福报，珍惜今生有缘来遇到这个光。因为你看所有的菩萨，包括释迦牟尼佛，所有的菩萨全都是背后都是带着那个圆光的。我们现在大家都有了圆光，所以你们全部都是佛菩萨，都跟佛无二无别的，因为我们就是一体的。首先我刚才坐在那边的时候，就看到本尊分身，白头发的分身就坐在这个位置上，对。然后昨天的时候，就本尊有带动我自己，就是他一般都会先确认你自戒齐身了没有嘛，所以也是带动我，就说有没有就马上叫我有没有在那个穿这个绿色衣服在你的美国的那个家门口，我就马上就在家门口，我就跟本尊说啊，我们家的那个门是指纹的，然后我就马上按指纹开门。对，然后就是就刚才那个主持人分享的那个定身法，我也是体会的非常的强烈，就感觉那个墙直接就被夹得紧紧的，但是不会说觉得好像喘不过气，就那个感受很明显，然后那个天花板也这样子下来，就是现场的感受特别明显。感恩本尊，然后本尊也带动就是很多自戒齐身的这方面的，我有点不太记得起来了，就好像也是他帮我召见那个祖先的时候，也是就是也是马上就是说出现在哪里，然后因为我的家人都在浙江嘛，在老家，然后也是马上就是我的分身就直接就是出现我老家的画面，然后看着我的家人就是我们老家的房子的那个门口这样，然后特别感恩本尊，最后就是用天掌，就是说天掌帮他们拖到那个法界去，然后真的福报太大了，特别的开心。还有就是我后面还对，最后我又忘了那个想体验那个吹气，对，
因为我之前其实都想好的，想要什么什么的，有时候真的是讲太多了，有时候都忘记了。最后那个下一个同道分享完之后，我就邀请本尊帮我吹气，然后那个力量就很明显，就刚开始吹了一口气，我就马上的就摄受到，然后。第二个，他又跟我说，你就感觉那个气从你那个头顶进去，然后夸从你的身体的内脏这样绕一圈，然后再从那眉心出来，这样，就我也感受到他那个气就是也很强烈，所以这个能量真的是不可言说，这叫自知不水。还有就再分享一下，就我。在来那个美国之前的一个晚上，也是，就我加入本尊道的好像就2-3天，就半夜的时候，有赞誉嘛，就是赞誉一下我的本体，就是3点左右，我就突然闻到一股那个做菜的那个味道。我怎么还没天亮？怎么一股的做菜味？因为我平时爱做菜嘛，就闻到全是我做菜的味道，然后我就当时还挺疑惑的，因为刚开始嘛，然后我还专门后来问了一下那个嘉禾同道，可能他说是我的鼻根开了，然后就是在来的那个前一天，晚上睡觉也是凌晨的时候4点多。就我是有点那种半清醒，就是完全没有清醒，但意识应该是清醒了，眼睛也是闭着的，然后我就看见一片亮光，就是特别的亮，然后我当时也就没有睁开眼睛，因为我没有完全睡醒，然后我觉得这应该也是本体在视线。所以特别感恩。还有就是，昨天还有补充吗？昨天好像，不好意思，我这有点断片了。昨天那个什么，给我本尊帮我，对，帮我那个。就是带动，就是白天变黑夜，他说你可以，你问我可不可以，然后我就说就是一念之间就可以，他的声音一落，马上就是变成一片漆黑，然后他就说那你有没有看到那个车水马龙啊，然后灯光啊，然后那个满天星星，也是他就是他的声音一落，你马上那个可以呈现那个现象。然后就突然又变亮，这样，所以都可以跟到。然后我还有分享，就是后面有个同道，好像是是澳洲来的一个同道，他就是问他那个有没有看见自己，他就说不太清楚，是吧？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是因为我们的五官意识进去了。就你真的要相信自己的本体是本自具足的，其实。你所有的都是因为我们的五官意识进去，你在怀疑，所以你就觉得不清楚。然后最后本尊带动3次嘛，第2次他说，好像清楚一点，然后本尊最后一次就说，看清楚，就是告诉他看清楚，然后他后面就说看清楚了，其实就是让你的五官意识不要进去。其实我们的本体本来就是本自具足，都什么都能看见的。看不清，还是因为你在那里思维了，你的五官在思维，你觉得好像有没有，这个就是把你挡住了。所以就是我的分享，就是我的体验，就是说，你不要有任何的你的自我的思维，你直接就跟着那个本觉，就是本体的那个本自具足的那个意识，随着。同道或者是本尊的那个声音，他讲到哪你就马上就跟着哪，你不要任何怀疑。哎呀，我看清没有？那个其实就是你的五官意识就把你挡住了。所以这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因为我们这个其实我们每个人的6根本自具足的，就是我们的本体、我们的本心，这个是我们的功能。但是你之所以看不清，就是你启用了你的那个。自我的意思，自我意识在那里挡住了，所以
在本尊带动的时候，你不要用自我意识，你直接他的声音到哪你就跟到哪。但是有一些现象是因为你没去过，你会觉得好像那个画面不是特别清晰。好比说你熟悉的地方，他一说，你马上就看得很清楚，是吧？比方说一个苹果，那就你天天都看到苹果的，你就很清楚。但是他如果说你欧洲哪个地方那个画面你没去过，像长白山你们可能没去过，那你可能就是那个意思，就是因为你这个我们的阿赖耶识里面可能没有那个记忆嘛，那你可能就看的没有那么的清楚。但是你也不用去怀疑，你就是跟着那个带动你就去。然后你实在不行，你可以多去网上设一下，看一下那些四大名山呀什么的。因为如果像我昨天就是有带动，就是召见我祈请本尊召见我家里人的法身，就我儿子啊，我公公婆婆还有我老公。因为他们是长白山那边人嘛，我就说本尊问我他们的法身请到哪里，我就直接就说去那个长白山天池那里，然后我就一念之间就看到他们法身就在那个长白山的那个天池，他就说天池那边啊多美啊，然后蓝天白云的，因为那个天池真的是特别的美，也是一个很神圣的地方。所以其实就是总而言之就是还是不要用我们的五官意识，就是你就相信你的本体跟本尊说的都是本尊有的我们大家都有，没有就还是因为你用意识自我的那个意识去分别了，你去好像怀疑了，所以这个信很重要。所以佛法里面有讲信解行证嘛，所以这个信字很重要，要相信你自己本自具足，相信你自己的本体跟我们的大光体都是一体。所以这样的话就你就可以快速的就回归了。对，差不多就这样分享到这里。感恩大家，感恩本尊。